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双。今年国庆连假，我们家要去马来西亚玩，是三富旅游社的5天4夜跟团旅游。因为一直对马来西亚很陌生，所以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体验。那我们就马上去集合吧。看小游览车，总裁预座，当一次总裁。旁边还有充电头。刚刚接机的司机说，我们其实不是订那一辆车，但是因为他下一班正好有其他比较重要的客人，所以就开比较厉害的车来接，非常的幸运。我们等一下在这个马印航空登机，忘记申请免疫证明，所以现在赶快现场用，还好可以现场申请。那个居然在压线登机。到吉隆坡了，吉隆坡跟台北的时区是一样的，所以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时差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有急需要连线开会的话，基本上就跟居家开会是差不多的感觉。设计还蛮可爱的，这边可以看隔壁间通，秘密通道。第一天下飞机后就入住这一间梦幻比特饭店，看起来是这样子。它的那个菜有点到了这间华人清真寺，因为本来是要去粉红清真寺的，但是因为那边刚好在整修，所以就改来这一间。那这个华人清真寺看起来其实就跟庙很像，然后旁边还有塔。那进去参观的话，要在这边套上他们的衣服才能够进去参观。这是男生的沙龙，是不是？雅兰康日本，雅兰就是接几种语文，你看马来语、华语、英语，这个叫角移文，阿拉伯文来拼那个马来音，这印度文。你看马来西亚人要学多少语文？来马来西亚看娘惹服，很想买一套回去。耶，直接买了一套娘惹装。这里是葡萄牙广场。前往圣保罗教堂，然后从那个地方可以看得到马六甲海峡。那一片真的是好漂亮哦！就那一片就是马六甲海峡，太漂亮又不是海峡，建筑配海。大红窗饭店，冰冰饮料。我们这叶子前面这整排都是我们家。2人房，然后一个人可以睡到2人床的大小，然后每一间都有自己房间的游泳池，这边看起来是用餐区，然后这个小游泳池这也太小了，在这边给太阳晒，然后就在这边看到的。来到了布城的千禧纪念碑，那刚刚导游一直在说太子城，我本来以为是什么城堡之类的，但其实他说的太子城就是指布城。这里是锡矿湖，以前是开采锡矿的地方，那现在就是变成观光湖的样子。来到粉红清真寺，超美，这个比较方便，它这个是用
边的管制是真的蛮严格的，就是如果你的帽子，像有些人帽子不小心脱掉的话，这边的管理人员就会直接用镭射笔指你说，哎，要记得戴上帽子。这个是国家美术馆，在里面走走逛逛那一圈，里面有什么？它的楼层是这样一环一环的。到了双子星大楼1楼进去是百货公司，都是常见的品牌，像 Zara 还有 MAC 这边都有。吉隆坡金融中心比双子塔还要高。这是第3天的饭店，梦莎波尔曼酒店。这楼层也太多了啦，27楼。这间的床明显比前2晚的还要小。我靠，你们还有玄关，大很多，可以看景。边间。拜拜不用香，它都用鲜花跟那个鲜奶来下拜。这个猴子神猴塞雷啊，它翻一个跟斗可以去到108000里，72变身。是谁？孙悟空。所以现在终于了解孙悟空是哪一国的，还印度的哈。超级多。然后这个是象神的庙，是湿婆的第1个儿子。听说这边的猴子很凶猛，可是好小只啊，好可爱哦。这叫乌鲁梗，这是我所讲的湿婆神的第2个儿子。哦，这个楼是蛮陡的。主要是不要理他就好。哇，好，这个洞很壮观，它是中午时洞，里面还有，里面还有楼梯。这里的话，我会有点想到基隆的仙洞岩，它那边也是在洞里面的一间寺庙，不过这边真的比较大，很大，大很多，爬一趟值得，真的要爬上来。这些是印度教供奉用的贡品。它这边有卖那个手镯跟一些饰品，好漂亮，很美耶，有点想买。哦，这个吊饰好美，哦，好可爱哦，比台湾猕猴可爱太多了吧？猴子一家。在印度教里面，猴子也是神，所以在这边是不能够戏弄猴子的。刚刚好像就有个外国人在玩猴子，被阻止了。印度庙的建筑也很漂亮，他们的柱子上就会有象神。这边是在排队加持，给大家点朱砂，很漂亮呀。我觉得印度庙的颜色很鲜艳，手镯这样子是40马币，超赞，一定要来。我们接下来要上去云顶高原，然后要坐缆车，这个是缆车票。很快哎，好陡哦！起雾你看不到，真的是看不到前面那一台。好像看到那个乐园的样子了，是吗？是这边？哦，好像有一种就是天堂。雾一散开，然后就突然一个乐园。这里就是云顶乐园，大人物，那边有赌场，可以下去看看台湾的鼎泰丰。那边就是赌场，
拉霸、扑克牌比大小、俄罗斯轮盘，那个转盘看你赌在哪一个号码，还有掷骰子，光掷骰子就有很多种赌法，像是加总是多少，或者是它会出现哪几个数字，赔率不一样。要回去县市了。下班真的。对。现在我们从云林高原下来，就来逛 Outlet。这里是马来西亚皇宫，国王就在这个里面。马来西亚国王是由国家9个州的苏丹轮流选出来的，然后那边骑着马的是卫兵。新的皇宫是不能进去的，这边可以看得到里面的那个办公的地方，是国王的猫吗？睡得好舒服哦。皇宫唯一可以开放进入就是国家皇宫厕所，但是说实话，里面的品质蛮普通的，没有很干净，而且有一些门是坏掉的。这家店很适合穿汉服来拍，或者旗袍。这面墙特别古色古香。第8大楼啊，跟你讲，它开幕之后世界第2最高的大楼。我们现在过去赌场，就有看到吗？这样就问人家，LED 界啊，这里是唐人街，类似夜市的感觉。看到了 LV 包包，怎么样？花款太高了。真的哦。他这双跟我一模一样。哦，是哦。几乎一模一样。就是看不出来。啊，迷氏书局，就是迷路的迷。哦，迷哦。它可以看迷风书局啦。哦。这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马来西亚传统的马来风筝，我们马航的标志是这个。门口外面的大台下，中央市场，1888年，你本地人来你要上厕所要 free， 是要上厕所贴上去 ，free 免费。可是它这边的文创商店还蛮大间的，就很像台北地下街啊，完全就是台北地下街。这边厕所也太漂亮了吧！下起了暴雨。好像说马来西亚其实几乎每天都会下雨，所以这是常态。这里是巴比伦，类似时装3月这样的这里是亚罗街夜市，它主要吃饭的地方都是在户外。刚刚下了一场大雨，所以现在没有什么人。像台湾热炒店。漂亮的天桥，里面比较还好。这边看得到双子星，但是这个角度会有点被遮住。我觉得刚刚走过来的路上拍比较好。我们现在到了马来西亚旅游的最后一个景点——马罗马桥跟夜晚的双子星大楼。哦，晚上的双子塔超级漂亮，一定要晚上来看。本次的马来西亚5天4夜旅游结束啦。总结一下这一次的旅游心得，我们这次是报名3富旅游社的旅游团。一开始在和业务窗口对接的时候，我觉得业务的部分有一点待加强，比如说在3天前才在 LINE 上面说明注意事项，所以导致有一些东西有点来不及准备。带团的领队是另外一位，当地的导游又是另外一位，导游很亲切好相处，整体上的旅游还算 OK。3富旅游社我在报名之前就有看到一些评论说行程会排得很紧很赶，那实际上也确实是如此，每一个景点大概会停留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时间，所以如果是逛街行程的话会觉得有点赶，但是另一方面来说，短短5天可以把吉隆坡的精华尽收眼底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。再来是餐饮的安排，这次旅游社通常都安排中式的料理，比较少马来西亚当地的料理。每一家餐厅的菜色都差不多，豆腐、空心菜、大陆妹、鱼、烘蛋，每一餐都会有，就显得比较没有变化。但是说实话，马来西亚料理本身很辣，饭店的自助餐其实也都会有，但是我也不会特别去夹，所以有可能是为了让我们更习惯，才都选择差不多的中式料理。不过最后一天也有品尝到很当地的菜色，详细的部分也可以去看我另外一个关于马
马来西亚美食的影片哦。那再来说说我这次比较不太满意的地方。这一次很多行程其实都有被替换掉，像是马六甲的海上清真寺，因为在整修，所以换成了华人清真寺，其实落差感很大。当天才被告知没有办法去。我觉得如果他很早就在整修，那官网上就不应该放这个景点才对，或者是在出发前就提早告知旅客，至少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有一个国家银行钱币博物馆被换成国家美术馆，然后城市规划馆被换成中央市场，都被临时告知说当天没有开。我觉得这个是旅游社应该要事前就先规划好的才对，而不是说当天没有开放就紧急换另外一个行程。我觉得那个感受就很差。那最后一天因为下大暴雨的关系，所以有在另外安排巴比伦百货公司让我们用餐。我就感觉最后一天一直在逛街，超级累人。购物站大致上都还行，但我唯一比较不满的是乳胶床垫的部分，会明显感觉到领队很积极在赚业绩。那详细也可以再看看我的另外一个马来西亚购物行程的影片。那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这一次的旅游有好有坏，就提供给大家参考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哦。鬼仔是真的那个鬼吗？他的那个雕像看起来很诡异，然后又在竹林里面，然后又有灯笼。不会啊，他等下眼睛张开。哦，在播上这种音乐，磨炸磨刀，磨这个菜刀，里面还都是红色的，看起来更加诡异，非常适合拍影片。这边有非常多的壁画，然后也有就是小小的店家在这些角落里面。那边还有周星驰功夫的